各位线上读书会的好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好心好愿转好命第4集。先从大家最关心的新冠肺炎开始说起。目前新冠肺炎的确诊已经突破了2亿人。当然专家说其实实际的数字绝对不止如此，应该要多很多。但不论如何，我们先以这2亿人确诊来说的话，前1亿人是花了大概将近1年才达到1亿人确诊，而后1亿人就是1到2亿人大概是在半年多就达到了。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疫情增加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可是当中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不是疫苗已经打了好几十亿剂了吗？怎么疫情更严重？因为就是变种病毒的关系，因为还有很多人是打了2剂疫苗，一样是确诊的。也就是说，病毒突变的速度比人类研发疫苗的速度还要快。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源头没有改变。这个源头是什么呢？在佛教来讲的话，就是杀业。所以上人不断的说，真正这波疫情要解决，灵方妙药就是素食。因为我们素食就不会杀生，杀业减少，那才是真正改变源头的关键。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想从能量医学的说法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许瑞云医师还有郑先安医师我之前有去采访他们，然后做了一个系列的一个5分钟内的一个影集。那这个影集的名称叫做吃出健康活出爱，主要是谈素食，因为2位医师都是吃素，也不断的呼吁吃素那在其中1集第8集的地方，他们特别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其实得到了新冠肺炎，但是症状还是很轻微，甚至完全没有症状。那其实他们说有一种说法，站在能量医学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些病毒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好，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对抗，生命其实都是一体的。好，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时候，这个病毒可能来了就走了。好，所以要用爱还有善念去面对这个世界。其实人类跟微生物都是共生共存，就像我们肠道有很多的细菌没有它们我们也活不下去，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的消化维持人体的机能等等。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减少内心对于人事物还有各种生命的敌意。当然我们平常的自我防护还是要做好，如果有疫苗的话还是要施打。好，但是这是从一个能量医学的角度来谈。好，这个都也是我们心，因为现在各国的医学都在谈有形的东西，有形的病毒，有形的病菌，但是没有探讨到心的问题。那2位医师他是从心的角度来出发来谈这个问题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难道病毒细菌也可以沟通吗？我想跟大家分享，之前我曾经在《科学人》杂志看到了一篇报道，它是说细菌也能够用电来交谈，甚至他们会为了团体的利益而自我牺牲。当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汗颜因为人类号称万物之灵，但我们却可能是为了自己而牺牲团体。那这篇报道就提到说，细菌算是单细胞生物，但是他们还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互相的沟通，就是电讯号来沟通。过去认为这样的沟通只能存在于多细胞生物，没有想到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单细胞生物也有。那后来呢，我又在 Discovery 看到了一集影集，名称叫做《肉眼不见的世界：人类周遭》就是 Discovery 有一集报道，他就提到说，他说微生物是非常社会化的生物，必须互相依靠求生，而在细菌之间呢，合作是通则，不是例外。就细菌会彼此的合作，因为它会释放出一个化学的讯息，那藉由这样的一个化学讯息，会释出跟其他细菌能够识别的化学物质，做到他们平常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你看，这2个科学人杂志还有 Discovery 的一个报道，都看到说，其实病菌有我们一些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事情那我想从佛教来谈我之前听过净空法师的开示
他提到了说，一个很古老的一位医师，医术非常非常的高明。那有一个病人就是非常严重，去找这一位很有名的医师。那这个医师看了就说：“你这个病没有事情，不要害怕。但是如果这个病是长在大腿，那就要命了。”那这个人听了以后怎么样？他就天天想着，我大腿不要有毛病，我大腿不要有毛病。结果过了1个月，好，身体的病没了，但是转移到大腿了。哇，那怎么办？就再去看这个医师啊，这个医师就说：“恭喜你啊，当时你这个病毒这个病在身体里面是病入膏肓啊，我给你的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现在长到大腿了，我就可以帮你开药了。”好，所以你看这意念让那种病毒转移，甚至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肖心怡的故事，因为发愿，他后面长了疹子，竟然就转到他妈妈的身上。好，这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那净空法师后来在他开示当中又提到，他有一位弟子叫刘素云，在那之前就得到了红斑性狼疮，医生说随时可能会死亡。但是这个刘素云呢，就是学佛放下了生死，每天听经念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几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就没有了。当然并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就医，该就医的时候还要去就医，而且他真正会念佛听经，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功效，是因为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好，我想我们能够一心念佛念到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需要很深厚的功力。另外再提到一个我听了觉得蛮神奇的但我想我还是完整的把净空法师的开示跟大家分享。净空法师说，他们在澳洲的精舍有一个菜园，其中有一位悟谦法师有一次做梦，他就梦到说丝瓜跟他说啊，我已经太老了，你怎么还不来采呢？就丝瓜还告诉他他的位置在哪里哦。然后结果这个悟谦法师真的按照那个地点去找，真的找到那个丝瓜而且真的是太老了。然后他就跟这个丝瓜说：“你太老不能吃了，那再等你长一段时间，我们拿来做种子好了。”好，另外他还说一个树神得道的故事哦。就是同样是在精舍那边有2棵停车场有2棵枇杷树，有一棵死掉了，枯了，就树神就托梦说啊，感恩啊，我们在这里的道场10年，听了10年经，跟着念10年的佛，现在要到极乐世界了。好，那但是他又讲了另外一个相反的故事就是他们当时这个精舍是买教堂。好，事实上很多佛教的一个寺院，包括慈济在内，很多是在外国都是买教堂来做使用的。那净空法师他们当时也是买了教堂，建立净宗学院。那房子太旧要拆掉重建就是疗房的部分啊。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它的门口是有4棵树要砍掉，否则卡车跟建材进不来啊。好，那树佛经说啊，我们砍树，其实树有树神树的高度超过1个人就有树神，要去祭祀诵经，请他搬家。所以后来他就跟树讲说，3天后我们要砍树哦，然后3天之后就把树砍掉了。可是第4天、第5天之后啊，这个树就托梦给法师说，给的时间太短了，他们要1个星期啊，所以你们只给3天，所以我们受了伤害。他说以后砍树一定要1个星期之前同时那净空法师说，想想也对啦，因为澳洲人的步调很缓慢可能早上10点、11点才营业，然后下午5点就休息了。那布里斯本是澳洲第3大城，那100万人的一个城市，有1000个公园。好，他们就很重视休闲步调非常缓慢，非常的悠闲，可能那边的树都有这种很悠闲的那种感觉那这也是净空法师的开示。那这些我刚才说的是一些故事，那我现在再从科学角度来谈我看了一本书，去图书馆刚好无意之间看到了一本书那书名叫做《植物也有情绪》，副标题是探索植物、氮、细菌还有人体细胞的超感能力。
那作者叫克里夫·巴克斯特。那我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分享。上面就有提到说，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有感知的，意识遍存于一切事物当中，因此所有的生物都能够互相沟通。事实上，我在前3集多多少少也都谈到了类似这样的观念哈。那这个巴克斯特他是在1966年，已经距离50多年前，半个世纪前他发现了植物的这种特殊感应能力。那这个巴克斯特是谁呢？他是一个美国测谎专家，非常有名的权威他做了一个区域比较测谎法，是现在许多业界都在使用的。有一天，他在实验室要帮植物浇水，他就突然有一个念头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测谎仪然后测量一下水，就植物的水从根部上升到叶片的速度？”结果记录开始的1分钟，这个曲线呈现一种短暂的变化，就很像要帮人做测谎实验的时候人会有的那个典型反应。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又有另外一个想法，他说我要烧掉那片叶子。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那个测谎仪的那个记录笔就飙到那个图谱的最顶端，没有说一个字，没有碰到植物，也没有点一根火柴，只有这个意念一升起，而且它跟这个树木相隔差不多4.5公尺，竟然这个植物知道它在想什么。哇，那他当然很讶异他是学科学的，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呢？后来他发现说，植物对于许多微生物的死亡是非常敏感的。他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是有人把热水要倒下去水槽，就在那一瞬间，那个植物也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讯号，因为可能那个即将被热水杀死的细菌好像发出了一个讯号。所以你看这个植物当其他的生物受到伤害的时候，这个植物显然也会感觉自己受到威胁。那如果把一支美工刀然后就是从下面是一个柳橙，你把这样子丢下去的时候，就在这个瞬间也会出现不一样的波形。但是如果故意没有瞄准，就不会有那样的波形那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甚至把那个虾子，他们在隔一条街因为他们就是怕人为可能会干扰这个实验的进行，所以他们隔一条街做这个实验。当那个虾子透过自动仪器会把它丢到滚水里面的时候，隔着一条街的那个植物也有反应，而且这个反应是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所以这本书里面有说到一句话说，人不应该否定还不了解的事情，因为当时很多人对他这个是嗤之以鼻你这个是伪科学你在那边乱讲，我才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人非常多那后来他又开始用心电图仪还有更进步的脑电图仪等等等等开始做实验。他真的就发现，不管是好的细菌或是坏的细菌，都有一种原始感知，让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生物的通讯。好，这是一位测谎权威做的一个研究后来他招募了很多人捐赠白血球，就很多人捐赠白血球其中有一位白血球的捐赠者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候驻防当地的美国海军的射击手。就他在家里观看一个节目里面就是有很多战争的画面然后结果这个白血球也会有反应。而这个人跟这个实验室距离多远？差不多15英里远，大概多长？24公里。24公里，这个人看到战争的画面，24公里外，他的白血球也有了反应。其实这让我想到，就是量子力学里面的缠结效应。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啦，只是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当一个粒子自旋的时候，另外一个跟他曾经接触过的粒子，就会反方向自旋，不管多远，即使地球到月球，即使地球到太阳系之外，都会同时反应。这是量子力学可能很难解释的事情那我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效应？我只是猜想，因为我不是物理学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懂，我只是猜想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呢，他的一个受试者还有一位是一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
他也是培训的太空人，也参加了这个实验。就他搭飞机啊，到3000英里，就差不多是1600公里外的凤凰城。当这个受试者错过了交流道，开车的时候不小心错过交流道嘛，或者是在验票柜台前大排长龙，差一点赶不上搭飞机，还有他儿子没有能够及时在机场准时和他会合的时候，这些会让他很紧张的时间点，对照他的白血球，那个图谱都有反应呢。那个图谱都有反应呢。这个是这本书里面的提到的事情。那很多人听到我这段分享，或是看了这本书，可能会想说，对嘛？你看的植物就是有情绪，植物是有感觉，所以我们吃肉跟吃植物不是一样吗？其实很不一样。为什么说很不一样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植物怎么样？没有妈妈，动物有妈妈。这是一个很大的感觉。再来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动物的反应。比如说你看这个植物的反应是要用很精密的测谎仪才测得到它维系的反应。可是你看动物，你要杀它，你要打它，哇，可能跟你尖叫，可能咬你啊，那个反应跟植物要透过很灵敏的仪器才测得到，那个感觉是差了几千可能几万倍啊，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植物因为有感觉我们不吃植物，那我们更不能吃动物，因为那个动物的反应是植物的千万倍啊。而且就是畜牧业是耗用了大量的粮食，比如说全球来讲大概耗用4到5成的粮食，所以你看看我们吃一口肉背后会伤害更多的植物啊。所以你说如果你真的担心植物有情绪被我们伤害，那更应该要吃素，因为它相对造成植物的伤害会小很多啊。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吃肉的农药累积是吃素的人的20到40倍，所以我们知道植物有情绪，更不能吃肉，因为肉的情绪更多，而且还有仇恨。甚至我再讲一个宗教学的观点，我们吃的每一块肉可能轮回变成我们的亲友，但植物不会啊。所以我想从这几个观点跟大家分享，植物我相信有情绪，有感觉，有感知，但是动物的更大，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吃素。我再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高中时候我家住在台北市的顶好商圈附近。那时候家里有楼上，那楼上有一个佛堂。当时我高中，有一次我走到楼上佛堂的时候，就看到一只蟑螂。哇！我一上去跑得很快，马上跑到佛桌后面就躲起来了。我要把它抓到都没有办法。那时候我就在佛像面前持咒，我记得是大悲咒，我就很虔诚的说：蟑螂啊，希望你要出来，我不会伤害你。那希望你能够出来。就我记得好像念了半遍吧，好像还是1遍，然后那个蟑螂就慢慢从佛桌后面跑出来。那因为我有一个脸盆放在那边，本来想盖住它的，放在地上，所以它就跑到脸盆旁边。很奇怪它没有走，而且是很慢的绕着那个脸盆绕了半圈，还是没有走。然后后来我就把脸盆拿起来把它盖住，盖住之后下面就放一张纸，很薄的纸，然后再放一个木板，我就整个把这个脸盆跟这个木板就拿到外面去放生，放走它。当我把这个脸盆拿开的时候，那个蟑螂竟然不走。然后后来我因为它在纸上嘛，所以我这样抖，它还不走。后来我是拿了一根木棒把它拨掉。我后来才进去。你看前后差别这么大。只因为当时我很虔诚的念佛跟他沟通，说我不会伤害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我高中时候千真万确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再回到净空法师的一个开示，有一次我又听到他一个开示就提到说，他们澳洲有盖新房子，住进去的时候，第2天早上去洗手间全部都是蚂蚁，根本不能进去。那净空法师就在洗手间门口合掌，然后他说，请这个蚂蚁菩萨，我半个小时后要用洗手间，请你们赶快出去。他就一直念佛，
后来到洗手间，很神奇的是，一只蚂蚁都没有。他说，其实跟小动物是很好相处的。那当然，这个净空法师也很慈悲，他就把一些要给蚂蚁吃的东西，就放在院子里面，距离蚂蚁窝很近的地方哈。所以一切众生都有灵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另外，净空法师还提到说，他们的农场是丰收，然后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附近的菜农就问他说：“怎么会种得这么好啊？”然后净空法师说：“这是用佛号种的，因为农场有一个念佛机，然后就是不断的会念佛号，然后甚至菜园里面一定会留一块是专门给小虫吃的，小虫到那里吃，不是留给他们的，绝对不吃。鸟吃水果也是指定几棵树，好，这几棵树是要给你的哦，好，挂牌子说这是要给鸟吃的哦。”就很有趣，就是没有挂牌子的小鸟绝对不吃哈。好，所以我们和自然和睦相处，我们照顾它，它们也照顾我们。我再举一个网络上的文章哈，这是云林古坑福智的麻园农场玉米田的奇迹哈。然后这个农友叫许顺琴，那他种花生还有玉米，哇，真的受不了，那个老鼠一大堆啊。他非常的头痛，非常的烦恼啊，就买了好几万块的塑胶板，把这个田区围起来，好像筑万里长城。然后还买了捕鼠笼，但结果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个老鼠爬过围篱啊，飞天钻地啊，破坏的乱七八糟，还在里面挖洞繁殖。就第二年，他就在田边丢一些红萝卜、玉米还有花生给老鼠吃，情况稍微要好一点了。就后来他转念，就想说，这些众生都是为了生活下去、生存下去才会觅食，其实他们也不会吃太多，不然这样好了，我就多种一些。就他跟老鼠沟通说啊，我种了2排玉米，这2排玉米给你吃。就后来果真老鼠不再到处破坏，而且按顺序的吃啊，甚至连那个玉米梗、玉米杆都吃啊，非常非常的惜福。就其他的玉米都没有被老鼠啃食哈。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听过，我忘了是哪一位净思精舍的师父说的，就是我们摆放食物的地方之前也曾经有老鼠来吃东西，就他们就跟他说，那这样好了，我就特别留几包给你，其他的你不要吃。就真的那个老鼠好像听得懂真的就只吃那几包特别留给他们的粮食。这是好多年前一位净舍师父开始我曾听到过的一个片段。那我再跟他分享，有一年就慈济人文志业中心的岁末祝福，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就提到了缅甸的农民乌丁屯。那说到了缅甸，就要说到2008年的纳吉斯风灾，当时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慈济就发稻种，就让农民逐渐恢复生活。那这个谷种啊，也被称为福种，福气的福哈。那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台湾有竹筒岁月，那缅甸是米铺满，就是农民啊，可能每天平常是抓5把米去煮饭，可能后来就抓4把米。剩下的1把米呢，就累积起来，大家累积起来，积少成多，就可以去帮助其他买不起米的人哈。这个就叫做米铺满。好，甚至这个乌丁屯啊，他还提供家里当慈济的共修点，整个村庄还举办了爱撒活动，就类似茶会啦，带动村民响应这个米铺满。然后他也会每天和这个稻苗说话，所以后来连续几年都是丰收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慈济给我的是1000块，我会花掉，但是上人像是我自己的阿嬷，给我的是慈悲，这个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好，所以上人在岁末祝福就提到这个乌丁屯他说以前这个乌丁屯是要跟别人借谷种，甚至猪牛来耕作，但是因为他整个稻米丰收嘛，所以他自己现在有5条牛，还可以借别人。那上人就问乌丁屯，因为乌丁屯有来台湾受证，他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和稻田说话？乌丁屯就说，他就跟虫说，虫啊，
你要活命需要吃，但请你留一些给我们吃。结果乌丁豚的田呢是有虫无害，我们说虫害嘛，但是它的田是有虫无害。好，这也是我们跟植物沟通，跟那种小动物沟通的一个例子哈。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多年前慈济的一个赈灾活动哦，那需要募款去做赈灾。那有一位幕后委员，他就响应义卖，他就跟他屋后一棵玉兰花商量说，现在师父就上人啦，为了救灾很辛苦，我没有什么可以义卖的，可否拜托你为了救灾多开一些花，让我来卖玉兰花义卖。隔天起床竟然看到玉兰花盛开，就赶快把它通通采收下来，当天卖了1万多元哦。然后明明都采光了，隔一天再去看又开满了花，又卖了5、6千元。好，证明什么？草木有情啊，他们都会努力开花，响应救灾啊。好，所以这也让我想到我在好心好愿转好命第3集，我提到的一位知名科学家，他父亲往生，也有类似的意象的故事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第3集哈。然后呢，我再说一个是曾经我在中国时报看到的一篇报道，他提到大象。大象其实有一个我们超乎人类想象的一个感知能力。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那它的记忆力非常好，那甚至是人类可能望尘莫及的。然后《每日邮报》就报道说，有一份研究指出，大象能够察觉150英里，大概240公里外的暴风圈的来袭，它能够听到远处的雷声、雨声，因此可以预测雨水何时会来，进而改变它行进的路线。那在好心好愿转好命第1集，我提到说，老鼠2只老鼠可以千里传讯哈，我稍微再多说明一点点哈。那这是美国杜克大学，他把2只老鼠的脑部装晶片，利用微电极把相距几千公里的老鼠的脑部联系起来，让他们可以互相沟通，甚至合作一起破解难题。那第1只老鼠事先被训练在笼中就被关在笼子里面，看到灯亮，按住控制杆就有水可以喝。但是另外一个几千公里外的老鼠不知道，但是他透过这个微电极，他们可以彼此沟通。45天之后，另外一只老鼠也终于学会怎么正确使用脑部的讯号，然后它也可以去按那个控制杆有水喝，成功率大概70%。那当然这是透过科学仪器的辅助但是我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都可以知道说，植物、动物都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我再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听吴若权作家吴若权的一个演讲，他就分享到《念力的科学》这本书，提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父亲刚过世的时候，人生一团混乱，电脑也出问题，被迫更新电脑，把资料备份到光碟，里面是和他写作，因为他出了非常多的书嘛，里面都是和他写作出版有关，非常珍贵的资料。结果操作的过程不小心按到覆盖这个指令，所有的档案都不见了。那他找好多位电脑高手来处理，前后2个星期，电脑专家都说没办法，我们真的用了很多的方法，真的就是没办法他后来就把这个光碟片用手拿着放在胸口，祈求菩萨保佑，希望他的过世的父亲来帮忙，然后之后能够把这里面的档案恢复，之后再把这个光碟放到电脑里面，竟然出现奇迹，所有的档案恢复，然后就赶快把它备份到电脑里面。但是第2次再试，那个光碟片就是一片空白了。好，这是作家吴若权分享他亲身的经历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帮忙录制这个线上读书会的，还有加画面的是我们大爱台工程部门的于杰早，他是发心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当志工有一次录影完，他送我到火车站，经过一个路口，他说他的小孩就在那边遇到车祸，还好一念善心躲过一劫。因为有一次他去一个公庙那边，那庙主就跟他说他的大儿子于幼堂有车劫，
那只要做好事，存善念，多多帮助别人，才有办法化解。他就想说，他平常做志工，开车也是很慢啊，应该没事啊。就在事发当天，他带大儿子到银行办事，出来看到一位穿西装的长者行走，走路非常非常的慢，他就请儿子去帮忙搀扶这个老人家，那他自己帮忙挡住车子，好，就帮忙挡住车子。就后来他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聊天就说啊，马路真的很危险哦，我们真的过马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一辆车子就冲过来，保险杆就把他的儿子撞飞，还好他用力拉住，最后他儿子落地滚了2圈哈。然后5分之后，救护车来了，结果消防员刚好是他保姆的儿子，那送到慈济医院急诊室待了4个小时，还好只有大腿淤青哦。就后来他到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看到那个侧录画面，哇，越看越怕，因为当时车子速度是非常快的，好，转弯的速度大概超过60，如果晚个1秒，他们2个可能都被压在轮子底下，晚个0点几秒，他的儿子可能就命就保不住了。后来他坚持要跟肇事者求偿1万元，然后捐出去哈。那他说跟儿子讲说，我们真的要感恩那天遇见那位老爷爷，我们才不会边走路边聊天，避过了这样的一个劫难。所以你看，这也是好心去帮助别人，自己得到好报的例子。说到好心有好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位画家徐克强，好，他也是一位医师，他躲过了空难的故事。那当事人还有一位是陈乃玉老师哈。那我跟陈乃玉老师后来有在回溯了这一段过程，回顾了这段过程哈。这个徐克强医师想在中国大陆成立骨髓资料库，就和陈乃玉老师一谈3个小时，就谈得很尽兴，突然跳了起来，原来是错过了和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的时间，就打电话跟航空公司说啊，我是不是还可以登记？他说不行，你的机位已经让给别人了。但是早一点的飞机还有位，好，他就坐了这个早一班的飞机，就到香港要转机回北京的时候，才知道发生了空难。而失事的飞机就是他原本要搭乘的华航 CI 611班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难呢？在2002年5月25号，华航飞往香港的客机在澎湖东北方解体，机上225个人全部罹难，这是台湾境内最惨重的空难哈。那如果他当时不是一念好心，我想在中国大陆成立骨髓资料库，我要了解慈济的经验带回去，希望可以救更多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念心，他就搭上了死亡班机。但是因为他想要助人，想要救人，所以他耽误了check飞机的时间，救了他自己一命。这也是一个好心救了自己一命的故事哈。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平常要不断的扩大，我之前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心量决定能量，心量决定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我们心量大，就不会为了一件小事情，为了琐事而去比较计较，能量就不会消耗掉在一些可能1年后、10年后你根本毫不在乎的事情上，你的能量不会无端的消耗。第二个，心量大，修养好，人而往上一层，就好比爬山嘛，你视野会更宽广，空气也更清新，能量当然也会更好。再来说第3，心量大，德不孤，必有邻，得道者多助，能量也会如海纳百川一般的广大。第4个，心量大，这个频率是接近天堂的一个频率，这个磁场是接近净土的磁场，自然可以获得更大能量。第5的话就是心量大，心包太虚，龙天护法都会来帮你，能量当然是源源不绝啊。所以近思语也说，多一次原谅人，就多造一次福，把量放大，福就大。那话说回来了，那怎么样把自己的心量放大呢？
当然很简单来说，就是愿亲平等，一律平等，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一个常常感恩人、祝福别人的人，他的心量绝对很大哈。那我之前曾经有一则新闻提到说，美国的医学研究证实，当志工是对自己的心脏有好处。好，研究人员追踪了高中的志工10个星期，发现他们的身体包括发炎的程度、胆固醇和体脂肪都降低。那有医生就表示说，愿意付出的人接触正向的事物的机会增加，自然生活习惯正常，会感觉自己有信心，很幸福，所以压力减轻，连心血管也会变得更健康。那台北慈济院身心医学科主任陈义前表示医学上的定义在65岁以上，慢慢整个认知功能就会退化，参与人群这件事情就当志工啦，就是一个刺激。所以你看关怀别人，心中想的是如何解决别人的困难，那自己的烦恼就会相对的变小，你就可以获得正向的能量。所以好心跟爱心真的可以让你好命，好心跟爱心真的可以让我们自己好命哈。那我再说一个好心有好报的例子哈。美国密苏里州有一位街友拾金不昧，一位妇女捐钱给他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个结婚戒指也倒进去哈。那一般人可能说，街友拿到这个可以卖很多钱呢，可是他不贪。然后他第2天回到街头的时候，找到这个街友马上归还他这个钻戒，这个故事就被散播开来。然后结果后来很多的回响，很多人就捐款给他，总共好像是50万美金，帮助这个街友改善生活。好，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好心有好报的例子哈。当然还是要回归心，好，因为我这个系列主要谈的很多是跟心有关哈。那之前我已经谈过了安慰剂效应，我再举几个跟安慰剂有关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操控潜意识，训练更厉害的自己》。他说，这个制药业者在测试新药的时候，一定会纳入安慰丸的效果。这个安慰丸看起来跟一般的药丸没有两样，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疗效。不过所有相关的研究都指向一种结果，就至少30%的病患使用安慰丸之后，它的药效和使用真药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安慰剂的研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大药丸的疗效优于小药丸，彩色药丸也优于白色药丸，苦的药丸疗效也优于没有味道的药丸，而注射也比吞药来得有效。甚至医师的嘱咐跟护士的嘱咐比起来的话，医师的嘱咐也更有效。穿白袍的医师跟穿便服的医师也有差，穿白袍的医师会更有效。那医师测试比如说一个胃溃疡的新药的时候，如果告诉病患说这是强而有力的新药，70%的成功率，你吃了一定会好，然后呢大概很多人的比例就会好。但是如果跟他说这个只是实验阶段的药丸，你就试试看吧，这成功率大概只有30%。好，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心理作用引发的哈。那甚至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实验，就对5名病患实行关节镜手术。不过5名患者实际是进行假手术，当然这是有道德的争议了哈。但我们不管，我们先说这个实验的过程。然后确切有伤口开下去，但是没有动手术。2年之后这个患者认为手术非常棒非常好。他觉得这个手术带来的好处跟疼痛减轻的程度，跟实际接受手术的病患是相同的。甚至有4名受试者还跟其他人说这个手术非常好，跟亲朋好友说这个手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棒，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的话，可以来做治疗。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实验是在1957年做的。那这个受试者叫莱特先生得到癌症，医生宣判他只剩几天的生命。不过这位莱特他发现有一种抗癌物的新药可以治疗癌症，就请这医生帮他注射。结果注射完之后，他身上的肿瘤就很像那个奶油放在热锅炉上，马上很快就融化就没有了，就过着正常的生活。后来才知道这个新药没有用，因为媒体的报道嘛，他又住院了。那医生
就想说他一定是受到这个安慰剂的效用有了改变，所以这个医生就跟他说啊，你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是旧药，那来我跟你讲，现在有新的药我再帮你打一针，绝对有效。然后就打下去之后肿瘤又消失，但是没有多久又有一篇报道说这个药是根本没有效的，就他又住院了，几天之后就过世了。这个都是你相信，你内心相信就会决定这个药是否有效还是没有效那我也曾听过一位陈彦霖教授的演讲，他是以脑波为例，希望大家不要说谎。为什么呢？他说例如我们看到蓝色，说出蓝色，脑波也会看到蓝色的波长，那看到蓝色或是看到白色，脑波显示的波长就不一样，所以人最好不要说谎。如果你故意说谎，例如看到白色说是蓝色，但是脑波呈现的却是白色的波长，他说这就是癌症的开始。因为有人说癌细胞是叛变的细胞，癌细胞不正常，扩大的速度很快，而且最自私，把营养都给自己，另外也不合作。那当我们的行为和癌细胞一样的时候，不长癌细胞也很奇怪所以眼睛看到白色，嘴巴说蓝色，脑会很辛苦，会错乱会打架，内分泌开始混淆不清。所以我们说戒律当中不妄语其实以科学来解释是有道理的。那可是这个教授就提到说，有人问他，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得癌症，但是他从来不说谎那他就说，那就要看他上辈子了，因为我们的基因是从父母来，从祖父来，你要看祖父母是否有说谎。所以我们说平常人要积德，就像基因一样往下传不然为何这么多遗传疾病？有些5岁小孩就得到很严重的疾病，这些都是基因来的这是科学解释我们人不能妄语那当然了，我们不要跟自己的脑波打架，我们也不要跟人打架，不要跟人家吵架。我举一个我生活中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接到那种推销电话的时候会如何反应，我也常常接到那我一开始的话，我接到那些推销电话就是不管广告或什么股票等等很多那我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不好意思我在忙口气当然也不会很好但后来我就转念，我说这些人会做这样的一个电话促销的活动，他们也是为了生活希望有业绩也许他有小孩嗷嗷待哺或是要缴学费，所以我后来会说了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不好意思我在忙，口气当然会有点不一样了最后我会加一句祝福你。我发现好多人在听到我说祝福你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会不同好像会放松一点点，甚至有点诧异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想想看嘛，打这个电话的人，他一天可能都是接到否定的电话，就接到不要的电话，甚至可能人家正在忙，要接到这个电话就没有给他好口气，甚至可能直接挂电话破口大骂。也许100通电话只有1通电话竟然会祝福他所以他就感觉就是会很不一样。那如果他一整天被人家骂，被人家挂电话，被人家恶言相向，他回到家之后可能他没有办法对客人发泄怎么办？他就回去可能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小孩发泄但是我说祝福你，他能够抱着这样祝福你的心情回到家，也许甚至在下班途中他看到一个小朋友需要帮忙，也许他就把这个善传出去，及时的协助，那这个小孩说不定就是你的儿子女儿也不一定另外他带这3个字回家，说不定会温柔对待他的家人，他的小孩，也许就避免一场家庭纷争，甚至避免一场家庭悲剧也不一定。所以一通电话存着感恩祝福的心来面对，让电话两端的人都高兴，彼此也得到净化。所以你看看，不过是多说一句话，我们以为这个社会的祥和贡献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心力，不过2秒钟祝福你，甚至可能1秒钟，你和对方都快乐，也和对方结下好缘，何乐不为呢？那说到这边，我就想到我们的有一位慈济志工林信惠师姐，她是作家，出了很多本书，自己也是学医的。
有一本书叫《用心祝福》，里面就提到了一段故事。他有一次接到了诈骗电话，他就跟那个对打诈骗电话的人跟他小以大义啊。他说：“你不要只为了赚钱昧着良心，那是天理不容，会有恶报的。所以你要慎选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自己的生活态度。”就对方竟然默默听了10多分钟，最后啊要挂电话的时候还跟他说：“祝福你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就是跟这个幸慧师姐这么说哦。然后那幸慧师姐就祝福他说：“我也祝福你，好好规划你的前途，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心想好意。”那对方这个诈骗集团的人，他又跟这个幸慧师姐说：“我真的很感谢你，才挂上电话。”你看，也许这个人的生命就有了改变，也不一定哈。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转念好心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的念头真的非常重要。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因为大爱台办公室是8楼，我们的副控是在5楼。那有一天我就要到副控的时候，顺手带着一个杯子，想说，主编完新闻的时候，我可以到1楼的静思书轩买一杯咖啡。结果坐电梯到副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手指就突然松掉了，就杯子就这样啪一个就碎掉了。然后我就回想到10分钟前，我从茶水间就8楼的茶水间走回到座位的途中，我就有一个念头出现了。这个杯子好小哦，有时候装咖啡都快满出来了。好，虽然很可爱啦，可是也用了7、8年，可是这个杯子真的很小。然后没想到10分钟之后就破了。其实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那一天的念头就非常强烈，没想到就摔破了。后来我就安完新闻，我就把这段过程告诉大家。那我们有一位导播叫夏景美，他就说真的想好的念头很重要哦。他说他买了一台新的机车，昨天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天哈，另外一位导播叫栗子，和他一起去签新的机车。老板告诉他要如何开锁，但有一些复杂。这个栗子导播就说你明天可能无法顺利开锁，要早点出门哦。结果隔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果然车子没有办法开锁，只好凌晨从大爱台附近的山上走路下来哈。所以不止我们对自己讲话很重要，我们对别人讲话也要常祝福啊。好，尽量讲好的话。好，我让别人有好事发生，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好事啊。那我再说一个例子，2013年大爱剧场语录播映，那当然就描述的就是季宇师兄还有慈露师姐的故事，描述他们在马来西亚做慈济的一些很多点点滴滴。当时他们会举办巡回的大爱之友，然后邀请我去主持。我到其中一个地方是山打根，那当地有一位邱清儿师姐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她的玉镯子戴了38年，但是因为戴了那么久不再晶莹剔透啊，所以她就想要把它脱掉。可是怎么脱啊？弄了肥皂啊，她手缩起来就是脱不下来。他就想说，我如果真的要把手镯把它脱下来，就有一个方法，就是玉镯子要断掉。就在2天后，他的先生回家没有带大门锁匙，就按门铃啊，然后师姐就听到，就匆匆忙忙从浴室跑出来，就滑了一跤，没有痛也没有受伤，可是玉镯断了4节。好，这个也都是念头造成的结果哈。那他又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大爱之夜的这一天。他出门前就准备狗的食物，他的师兄叫陈德辉嘛，跟师姐说狗食已经好了，所以他们就出门了。就车子开到一半，德辉师兄说：“哎呀，我忘了带手机。”那一般情况之下，师姐都会说：“活动要开始了，不要去拿了啊。”就后来回到家才发现，哇，瓦斯炉没有关呐。可为什么？他不是说已经好了吗？但是2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德辉师兄是说狗食已经好了，是指已经放在炉子上加热了。那师姐以为说狗食已经好是已经都处理好了，狗也吃完了，你瓦斯炉也关掉了。好，但是因为突然忘了拿手机，然后这个师姐也反常的让他回家拿，发现了家里这个状况，所以夫妻2个人平常投入慈济，关键的时刻救了他自己哈。那正要说我
接引我进来慈济的陈乃玉老师的故事。我先说一下我怎么接触慈济的哈。那时候是在三专要考2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室友叫洪玉谦，他就跟我说有一个补习班的微积分老师教得非常棒，那希望我可以去补。而且那个老师很特别，常常在课堂上讲一些慈济的事情。当时我听过慈济，完全没有了解，那我就去补习班上课。当时我读屏东科技大学，前身是屏东技术学院跟屏东农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从内埔，然后骑车骑到屏东市，再坐火车到高雄市，然后去上课。那我觉得那个微积分老师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上课啊，大概都是有一半可能是用台语上课，而且上微积分啊，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好特别哦，竟然可以用台语上微积分。但后来想想，我也很佩服我自己，我哪听有啦。我台语上微积分呢，那果然这个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讲到他自己参加慈济的一些点点滴滴。我形容说啊，我偷流的泪水可能比写笔记的墨水还要多。就后来就是因为这位老师在课堂说慈济有举办夏令营，那我就找他拿报名表，就参加了慈济，一直到现在将近30年了。那这位乃玉老师啊，我稍微说一下他的故事。他是补教业微积分的王牌，好，就我说的老师就陈乃玉老师了哈。那他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当时是高雄、台北啊，很多地方都要他去上微积分的课，是台湾微积分的王牌老师啊。在民国81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见上人，那时候就得到舌癌哈。然后当时慈济大学的前校长，也是前卫生署长李明亮就在旁边，他就建议老师要赶快处理。最后是简守新院长帮他开刀。那上人就请这个乃玉老师在佛前发愿。那发什么愿呢？然后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有一次我私底下跟老师聊天，老师跟我说了，老师跟佛菩萨发愿说，如果我还有价值，可以发挥良能，好，就请让我留下来，否则就带我走。结果后来老师的手术非常成功，之后的人生果真发挥了大用。好，包括老师是慈济骨髓关怀小组的总干事，好，之前的总干事，还有教联会之前全台湾的总干事等等。那这个教联会后来因缘际会也成立了亲子班，也建议美国人文学校要发行有慈济人文的教材。教联会大概出了100多本书。那教联会也和慈济大学一起推动无独有我的教育宣导，10年举办了1500多场，接触宣导的有150多万人。好，所以这大概是接引我进来慈济陈乃玉老师的付出哈。那我要说的是他们家的故事，这要从师母开始说起。师母叫严秀信哈。那有一次师母就说，她有一次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啊，就是平常就是做事情就变得跟平常不一样。比如说下午可能说2点要跟朋友约了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在家里的巷子口去买报纸。那一天走到家里的巷子口去买了一份报纸，而且一页一页的翻。朋友打来说：“你出门了没有？”照理来讲，我们接到这个电话一定会赶快出门，对不对？就师母说他没有他继续在那边翻报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一个力量把他拖住他，让他没有办法出门。就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闻到家里有烧焦的味道。就赶快跑去佛堂一看，佛堂失火了。他说如果早个几分钟出门，家里可能就付之一炬，甚至可能会波及邻居。可是那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力量把他拉住，就做了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也相信是乃玉老师跟师母平常也是做了很多好事，无形中的付出也保佑了自己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好，那乃玉老师事实上真的是做了很多哈。在2015年的无名网事件的时候，慈济遭到许多抨击，甚至很多谣言。那当时慈济办那个骨髓捐赠验血，愿意来验血建档的非常少，甚至有的地方只有2支，就只有2个人愿意来建档。所以当时乃玉老师就邀请了台北市松山、南港、信义、内湖、大安区志工，还有某一个医学中心的骨髓病友协会，一起在慈济的东区联络处举办大型的验血建档。
就起初这间医院的骨水病友协会不太愿意啊。老实说，如果慈济的骨水资料库垮了，受苦的是所有台湾还有国际上很多的血癌病友。就他们后来也参加，就这场活动原本是不看好，甚至有些人是来看慈济笑话的，就没有想到募到了300只是满额。好，这些都是乃瑜老师做的哈，甚至心脏科权威魏征，还有现任健保署长李伯章，早年一起推动器官捐赠。但是早期台湾器捐的风气没有未开，乃瑜老师就邀请这个魏征见上人。那后来慈济的骨髓捐赠活动同步宣导器官捐赠，签署者从原本的2-3万人一下子就增加到了20多万人。好，所以这些都是乃瑜老师他做的。好，最后让他们家化险为夷。那我再说一个，那我们平常怎么去做好事呢？之前我听过了，当时是教育部综合规划司的副司长傅慕龙教授的演讲，他就说啊，他平常就会随时随地做好事，譬如说他办公室前面很多的烟蒂，偶尔还有狗的排泄物，他就找替代役男，花了20分钟去清干净。结果附近大厦的管理员就说啊，以后我们就尽量不要丢烟蒂了。就半年之后，他们那个附近半个烟蒂都扫不到。那他如果在路上看到有狗的排泄物，好，可能刚好也在塑胶袋，卫生纸会拿去丢，甚至在机场看到厕所有排泄物，好，他也会去做处理。而且他住4楼嘛，他说每天早上他从4楼是走楼梯下来的时候，不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因为可以沿途关电灯，沿路捡垃圾。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平常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好事，累积我们的福德因缘。好，那这样的一个做好事，其实它的善效应会扩大。网络上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人啊，他非常的懒惰，非常的邋遢，衣服不干净，仪容不整，头发是蓬头垢面啊，然后住的地方也是凌乱不堪。就有朋友送他一束鲜花，他就说：哇，这花好漂亮，我如果只放在家里好可惜哦，应该要把它放在花瓶里面。他就把花瓶拿出来，看到花瓶脏脏的，赶快把花瓶洗一洗，然后洗干净，把花插进去。要放到桌上的时候，哇，那个桌子好乱啊，都是灰尘啊，堆了杂物，所以他就想说，那把桌子清一清，清完之后再把那个花瓶放上去。结果桌子很漂亮了，花瓶也很漂亮了，花更不用说，就发现家里好脏哦，很多蜘蛛网啊什么的，就开始又把家里大扫除一遍。家里弄干净了，发现外面的庭院很脏，他又把外面弄干净了。结果通通弄完之后，他照镜子发现自己蓬头垢面啊，所以让自己也梳洗整理了一番，自己也变得更有活力了。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它会有善的涟漪不断的扩大。其实平常我们做的每一个好事，说的每一句好话，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在哈。那后来我听了一个陈琳老师的演讲，他说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女孩长得不好看，人缘不好，听说有一种花叫做万人迷花，只要戴上去这朵花，人见人爱。哇，她费尽千辛万苦啊，终于弄到了这一朵万人迷花，就戴在身上出门。果然啊，有没有用？有用啊！大家都称赞她，都对她笑说：哇，你好棒，你好棒，你好美啊！她说这万人迷花真有效。结果回到家发现，这个万人迷花在她出门前就掉在地上，她根本没有带着这朵花出门。所以不是万人迷花帮助她，而是她的心花开了。好，是她的心花开了。所以今天分享的都是跟我们的心念有关哈。当你真的好心发好愿，到最后就可以转自己的好命。好，还有更多的故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那是生生世世